伊朗一直以來，他採取的是你對我提升到什麼層級，我用什麼層級來回擊你，毫不猶豫啊，甚至呢會再擴大一點。到現在為止哦，已經是70幾波，我都搞不清楚了。還有能夠去提升飛彈打擊能力，以及新型的飛彈打擊這麼精準的這個能力，所以就告訴美國，你持續再提升相互的攻擊的話，我其實還有更大的這個力氣在後面。伊朗這一回是踩了以色列的紅線嗎？原因是他首度的攻擊了核設施，又或是外界所稱的核武庫哦。那麼根據伊朗這邊的飛彈最新的了解呢，它的射程已經可以衝到4000公里了。今天也會關心到另外一款射程達到3000公里的飛彈，這個是蘇馬巡弋飛彈在列。而伊朗最新針對以色列的這波攻擊，一共是造成了100人受傷哦。伊朗說了，現在包括了倫敦、巴黎都在他們的威脅範圍之內，中東戰火全面失控。今天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了。伊朗的新一波的這個攻擊，指導的就是以色列的核心地區，尤其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城市了。這2個城市包括了阿拉德跟迪莫納，接連中彈，並且也攻擊到它附近城市旁邊的核設施，也就是外界也在說這邊根本就是核武庫吧，等於是說踩到了以色列的紅線嗎？這一波攻擊一共是造成了以色列南部許多人受傷，高達100人受傷。以色列最核心的這個核研究核心區域是可以說是首次被鎖定了。其實呢，我們看到針對這一波攻擊，以色列的民眾到現在還是相當的恐懼哦，他們是這樣說的：當時聽到了飛彈來襲到爆炸前後，非常的快速，不到30秒的時間而已。炸藥的威力實在大到他們躲到了安全室裡面，都還可以感覺到快要被震飛。還有大量的煙霧粉塵瞬間灌進到室內。原先以色列的人是這樣說的，他們對戰爭其實沒有太多的感覺的，現在終於開始感覺害怕了，感覺戰爭就在自己的身邊了。我們持續看到針對於伊朗的這一波攻擊，以色列軍方承認說沒有錯，我們真的攔不住來自於伊朗的飛彈，而外界包括了以色列的民眾也在懷疑說，以色列的鐵穹或者是這一些防空系統是否真的出現了問題呢？而外界也認為呢，這一座設施可以說被視為是中東唯一的核武庫，只是呢，以色列到目前都沒有承認過自己擁有核武。再來看到伊朗的部分了，它是不是有一個飛彈庫，而且修復的非常的快速呢？伊朗擁有龐大的地下飛彈城，這來自於 CNN 的報道。即使美國跟以色列不斷的空襲摧毀了7成這個核彈飛彈城的這個路口，但是呢，他們伊朗的修復速度是非常快的，48小時內就能夠立刻的修復完成，讓空襲他們說變成了一場打地鼠式的戰爭，怎麼樣打都打不完。而以色列呢，針對伊朗的這一波攻擊是立刻展開了報復，針對於伊朗的核設施也做了攻擊，包括德黑蘭當地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這也是来自於媒體的最新消息。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伊朗的飛彈已經打到以色列的核武庫的周邊了，是在測試核門檻嗎？下一步會不會就是這個核心的設施？以色列會不會對伊朗全面開戰，尤其是動用核選項嗎？楊老師怎麼看？伊朗在3月21號針對以色列南部的這2個不是很大的城市進行飛彈的攻擊，2枚飛彈。那因為着彈點距離以色列的核子就是等於是核彈的基地大概只有13公里，我覺得是3個意涵哈。第一個，其實它是報復性的還擊，因為在這個之前，以色列先打擊伊朗的核設施，叫納坦茲的核設施，差點也打到了核設施的主軸。那當然第一時間，聯合國的 IAEA 也指責，這就好像在俄烏戰爭當中那個就是扎波羅熱核電廠的一樣的道理。但是呢，伊朗的核設施先被攻擊之後，伊朗第一时間攻擊以色列的核基地，所以這是一個報復性，就表示伊朗還有報復的能力。那這是伊朗一直以來也就是他採取的是你對我提升到什麼層級，我用什麼層級來回擊你，而且毫不猶豫。甚至呢會再擴大一點。
最早的時候是以色列先在3月17号攻打伊朗的南帕爾斯天然氣設施，還記得嗎？我們在這個節目也談過。然後在3月18號、19號，伊朗就針對海灣國家的油設施、天然氣的設施做回擊。以色列海法港口的煉油廠也被打擊。然後呢，我們就看到3月1號又再次提高，以色列先打伊朗的核設施納坦茲，然後呢，伊朗就回敬這個這個叫做迪莫納跟阿拉德這2個地方，然後也造成將近100個人輕重傷。這第一點，它展現它有打擊報復能力。第二點，那就是它也展示了它到現在為止已經是70幾波，我都搞不清楚了，還有能夠去提升飞彈打擊能力，以及新型的飛彈打擊這麼精準的這個能力。所以就告訴美国，你持續再提升这个相互的攻擊的話，我其實還有更大的這個利器在後面。昨天3月22號，伊朗也公布了他們當時發射，就前一天發射這2枚飛彈的那個發射的那個影片大概那個飛彈可能都長達10幾公尺。那個影片在媒體上也都顯現出來。第3個理由呢，我覺得就很清楚。一直都是在傳以色列可不可能會用核彈攻擊伊朗。以色列的核子，事實它是一個事實核武國，也就實際上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80年代的時候，全世界都知道。可是因為它從來不做核子試爆，它也是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約國，所以它沒有做過核子試爆。那全世界都知道它有核子武器，多少呢？大概估計至少90顆到400顆之間，多少我們實在是難以想象。對，那但是呢，它也有陸基，陸基是發射井還是軌道，我們也不是很清楚。那它也有海基，也有就是空中轟炸的這個能力。所以為什麼在海灣阿拉伯國家都會有這個彈道飛彈，中程的彈道飛彈？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發展核武之後呢，他們發展彈道飛彈要用數量的方式來去制衡來去嚇阻以色列的核武攻擊。這一次，我覺得他也就是伊朗警告以色列，如果你用核武提升了核武的話，我其實知道你的核武的這個發射點，那我也具有打擊你核武這個發射點的這個能力。所以這個表示說，其實在這3個層面呢，我覺得伊朗都展現出真正打了，現在已經第4個禮拜了。第24天了，伊朗仍然還是有打擊以色列的核設施，以及精準打擊，以及在警告的這個意味。好，針對於以色列對於伊朗的攻擊，伊朗也很明顯、很清楚的告訴以色列說，除了在飛彈的數量上，伊朗有很足夠的數量之外，另外其實射程也是足夠遠的。我們要來看到剛剛特別提到的以色列說的，他們認為現在伊朗擁有的這個飛彈射程高達了4000公里哦。那其中還有一款叫蘇馬的，這一款是高達了3000公里，代表伊朗已經跨越到準洲際打擊能力了嗎？我們也請艦長來帶我們看，包括它的命中率、突防能力跟它的彈頭威力到什麼樣的程度？其實我們來看到啊，美國跟以色列不斷的在跟伊朗畫紅線，可是呢，那我請問一下，那個實際上來講，這個以色列的攻擊，它有站在紅線之後嗎？那這是我們看到的啊，3月17號，其實以色列就已經攻擊了伊朗的這個布希爾這個核電廠，而且甚至連國際上都已經幫他們把，如果打壞了它的微主體的話，所可能產生的核輻射，那這個核輻射呢，直接影響的是海灣國家，而不是伊朗本身。當然，伊朗本身也會有了。那至於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核設施的部分呢，那這個核設施呢，的確是以色列的部分。那這以色列的部分之前的核設施，1970年代的時候，其實是法國協助製造的這一個核研究所，但是這一個才是現在的重中之重，這個是新蓋的，而且還在製造之中。那我們講到說有關於現在這個伊朗它的一個打擊能力的話，其實也就是它攻擊了迪亞哥加西亞島。迪亞哥加西亞島其實是在印度洋裡面的一個小島。那以前呢，攻擊伊朗都是從這裡起來的 B-52或者是 B-2轟炸機。那如果我們來看每日電訊報的時候，那它就會直接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島其實不大，但是呢，它的這一塊有非常完整的一個軍事設施。那這一次呢，真正令大家所驚訝的是他打的射程。他打的射程其實距離大概，如果我們從伊朗的南邊一直畫到迪亞哥加西亞島的話，是3862公里。那這一個，那也已經超過大家以往的認知。以往大家無論是我們看到這個流星1號、流星2號、流星3號的，以及我們看到這個卡達爾，以及現在之前大家講的尼什，其實都沒有這麼遠的射程。那這個飛彈呢，大家相信是我們看到這一個。之前大家常常提到的這個霍拉姆沙赫爾的這顆飛彈，這顆飛彈當初告訴大家的是重量1.5噸這麼重的黃色炸藥，當初講的射程是2000公里，現在我們看到的接近4000公里，伊朗還有什麼沒告訴我們的？那這個是大家覺得最為困惑的部分啊。那至於說，其實還有蘇馬的這種巡弋飛彈。那蘇馬的巡弋飛彈呢？其實我們講到彈道飛彈跟巡弋飛彈同時重要，為什麼？因為它可以創造所謂的飽和攻擊。那再配上這一個我們講到的見證者無人機啊，那我們看到的這一個飛彈其實就長得跟戰斧巡弋飛彈非常像。如果我們來看它所畫射的距離來講的話，那它也是超過了3000公里，但是它還是打不到迪亞哥加西亞島。所以其實這一次攻擊的不是這個部分，可是最令人驚訝的是，它是不是可以打中迪亞哥加西亞島嘞？其實這個也就是我們講到一顆它是中間失效，另外一顆是美軍直接發射標準3型的飞彈攔截。標準3型飛彈攔截是如此啊，也就是它是平行對撞彈道，也就是它不是中途，它不是從中間這樣子橫的攔截，它也不是尾追，它就是平行對撞。那如果平行對撞的話，那如果我們看到以前美軍的測試，這是美軍的測試，也就是它都已經即將到達了這一個目標的時候，它才會發射。因為它就近來講，它的射高在300公里，所以我們講到說，這一次遇到這一個狀況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應該假設它可能有這個直接攻擊迪亞哥加西亞島的能力，而且大家很懷疑說，這一個伊朗是不是有這個太空實力？的確是有的啊。我們來看上一任的川普，他那個時候還在用臉書啊，他就直接講說，美國並沒有捲入伊朗塞姆南的1號的這個發射場，這個發射場上面的那個火箭直接引爆。那美國這個時候，川普直接的我們看到這是在2019年8月30日，他直接切割說這跟我們沒有關係啊。但是後來這一個火箭成功發射了沒？成功發射了。它帶着是間諜衛星，我們看到這個間諜衛星叫做海雅姆的這個衛星，我們看到它拍了這一個美國喬治亞州的這個核電廠，它拍的這個解析度，其實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星球實驗室不相上下。那它的照片也就是這一張啊。那所以我們這樣講，我們現在來看伊朗。其實給了大家太多的驚嚇，因為大家不知道原來伊朗這麼厲害。好，我們看到其實伊朗的飛彈是來勢洶洶，除了剛剛特別看到的數量的優勢，還有它的飽和攻擊跟它的射程相當的遠之外，我們看到這一波的攻擊，以色列它的鐵穹或者是它的防空系統是攔不住伊朗的，這是以色列自己官方也出來證實的。另外呢，他們想要去打這個伊朗的地下的它的基地飞彈基地，但是現在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48小時內它可以在被攻擊之後又快速的修復好，這樣看起來像是打地鼠，永遠都打不完，誰會先撐不下去？聂老師又怎麼看 ？OK， 剛才有講到說伊朗沒有想到會這麼厲害，但是我用厲害來形容，我倒不覺得它有多厲害。以全世界的軍武來講，第一名當然是美國，可是當你虛張聲勢，看起來牌很大，你發覺你的後排，整個的牌是非常小，而且後勤無力的時候呢，虛張聲勢，你終究呢，最後呢，你牌大聲小，最後呢會死得很難看。
因為你用嚇人的方式，用欺騙的方式，你會發覺，慢慢的人家會幫你看穿。尤其一個勇敢的人呢，他不會示弱。我現在要講的，他最主要是，我覺得戰法不一樣。第一個，我覺得川普打的呢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粗暴的戰法，而且是一種傳統的方式，一開始就要重擊你。這種傳統戰法呢，你用你昂貴的武器，在短期好像看似會贏，可是你知道這個剛講到為什麼會有地鼠戰法、地鼠理論這樣的情況發生呢？因為伊朗打的是一個我覺得屬於的細膩的戰。這個國家文化已經蠻持久，一個波斯帝國到現在2000多年哈，這個也是有民族自信心的國家。這個國家地大人多，你要知道，當他的這個所謂的真實要承諾他的真主哈，這個我們叫真實承諾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的精神領袖其實已經去中心化到所有的可領導之人身上的時候，他們只知道一個就是反擊。當反擊的時候，他用了一個戰術就是邊打邊造，你會發現他後勤實力是夠的，因此就叫地鼠理論，打下去又跑出來，打下去又跑出來。在這時候，美國慌了。還有一個呢，其實剛剛也講到，其實伊朗打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個反擊的戰術，所以從戰略來講，他邊打邊造是一個這個叫攻防戰略，他的戰術是一個就是完全的反擊。今天他們打了這個伊朗軍事基地，他在反擊你軍事基地，你打他油田，他在打你油田，打你天然氣，他打你天然氣。非常清楚的，他已經告訴全世界說，我今天打的就是跟美國相關的或者以前相關的所有的設施或基地。今天其他的國家我完全不想得罪，即便是赫姆斯海峽還沒有完全封鎖，我現在封鎖的就是跟美以有關的，只要來跟我報道有通聯的，說你是其他國家，能放就放，像中國、印度，他還是有放啊，一天100多艘，他多少每天這樣有10艘左右還是放，他會看情況，只要你聲音好像要支持美國的，他就要幫你擱住。我覺得他這種反擊戰術非常厲害，而且他用了一個智慧的做法，我覺得他是一個細膩戰術，不像川普的粗暴，因為他是由小放大。你可以看到，所以由小放大就是說，其實軍事實力是不對稱，美國強，可是以軍武昂貴這麼的尖端昂貴的武器去跟伊朗打，你會發覺他一開始用2-3萬的無人機。那麼的量產的無人機，價錢便宜啊，價低量多，打到你的所謂的鐵穹也好，愛國者飛彈也好，所謂的薩德也好，你會發現用幾百倍的這個昂貴武器來抵擋它的時候，你會發覺哇，再好的防彈衣打久了就要丟掉，人家只便宜的子彈就打到你防彈衣都不夠了，所以它鐵穹也揮掉。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戰術戰略，現在伊朗打到人家會怕，所以他由小放大，而且預有了實力。他的後勤補給也夠，所以我覺得現在打到最後一個東西叫核。我跟你講哈，當你去一直威脅他打核的時候，雖然他只有60%的所謂濃縮鈾的制造，他打不出核彈。重點，他可以做出一個散布核，讓這個核散布，然後影響到你整個以色列，讓你也沒有辦法活得下去。所以呢，你不要惹他的核，他就不會去把它，即便還沒有完成熟的核去影響到你。所以如果川普講了48小時，你再不聽話，我就要收復你的時候。這時候伊朗還是不會低頭嘛，已經很清楚，這時候世界毀滅。我跟你講，這個所謂的不對稱戰爭，最後輸的最慘的還是川普。為什麼呢？第一個，軍武這個尖端昂貴武器的不對稱，這個價值的不對稱；第二個，代價的不對稱，全球經濟受到拖累。他現在要把全球都拖進去，你知道嗎？他的北約國家，他的所有的盟友，甚至中東阿拉伯國家都很難相信他了。他甚至要阿拉伯國家所有人來幫他去打，所以他會拖全球下水。這個所謂的國際聲譽的。這個所謂的不對稱也出現了，這時候伊朗好像越打越有聲譽，而這個所謂的美國在全世界不對稱打下去，而這個霸主80多年霸主，可能就這時候呢就敲起了霸主的喪鐘。美軍的烏代德基地最新消息被炸了哦，那麼以色列防空神話真的破功了嗎？今天會來做關注。另外，現在伊朗的最新戰術被指出使用的就是叫做千刀萬剮的一個戰術，慢慢的放血，美國霸權撐得住嗎？今天節目我們特別來做關注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請來賓會幫我們來特別做關注的。首先第一個，美軍現在中東最核心的烏代德空軍基地也被擊中了。以色列的防空神話破功了嗎？再來要關心到是伊朗這一回打的叫做千刀萬剮的一個消耗戰，美國會不會被放血到虛脫？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了。現在呢，川普這邊的彈藥雖然他嘴上喊說是無限的，但是盟友不管是日本、韓國等等國家都已經開始做焦慮了。亞洲會不會因為川普去幫了中東而被暫時放空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的震撼消息哦，就是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的在中東最大的戰略樞紐卡戴德
這個卡達的烏代德空軍基地遭到伊朗的飛彈給擊中了，位置來看到我們的地理位置地圖上面，這個地方就是卡達的烏代德空軍基地了。那麼我們也來看到，目前正在伊朗的这個攻擊方面，已經造成了27個美軍基地，以軍的總司令部都遭到襲擊了。當中我們來看到一些比較重要的美軍基地，不管是在科威特的或者是巴林的這個擁有美國的海軍第5艦隊的這個空軍基地，還有卡達跟在阿聯的空軍基地，目前都是在被襲擊的哦。那麼更難堪的是，我們也要來看到，包括了美國駐科威特的使館，還有在利雅得的大使館，也遭到伊朗無人機給襲擊了，幾乎都是全面被命中的。美軍的防空系統難道真的出現了裂縫嗎？還是伊朗它真的已經找到了突破美國防禦的一個戰術密碼？委員怎麼解讀？所謂的美國的防空系統，它本來就不可能是100%的這個攔截成功的哦，所以就是一個幾率的問題了。哪怕它只能夠攔截到85%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就算能夠攔截到90%，這代表還有10%可能會擊中哦。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之下，當然對美國所有在波斯灣地區在周邊的這些機構啦、基地來講哦，它絕對不可能因為有防空系統就100%的安全哦，包含以色列也是如此。那麼其實這一場這個中東的大戰哦，就是當這個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幾乎是滅國戰爭的時候，某種程度來說，美國就陷入了另外一個絞肉機裡了。就美國過去曾經把烏克蘭俄烏戰爭當作了俄羅斯的絞肉機，他希望借着俄烏戰爭來削弱這個俄羅斯的國力哦，削弱俄羅斯的軍力，影響他的財力哦。但是這一次，美國莫名其妙的這個被以色列牽入了這一場這個伊朗的滅國之戰的時候，美國自己就陷入這場戰爭了。所以現在我們大家都在看的，大家在算的，就是你美國還剩下多少飛彈呢？你還防空系統還能不能夠這個補給得上哦？包含你美國現在的這個轟炸的炸彈也好，你的這個相關的什麼戰斧飛彈也好，你到底還剩多少？就美國如果真的像這個川普講的，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那他欠我們台灣的飛彈早就該給我們了，怎麼到現在也沒給我們呢？更重要的是說，你光到今天你就會發現說，甚至連波斯灣的國家都出來這個對美國有維持了，他說我的防空系統的飛彈已經快用完了，你怎麼都不補給呢？你該補上來的你為什麼都不補上來？所以顯然看起來。美國自己的這個口袋沒有像川普講的這麼深啊。那當然，川普走夜路吹口哨，他總是要唬爛一下的。但是問題是實際上看起來，美國並沒有這樣的能力。那你更不要講說所謂的防空系統，你是3枚打1枚啊，就3枚這個愛國者飛彈，你要攔截下來1枚啊。那3枚愛國者飛彈是多少錢啊？然後你看到這個伊朗這一次採用的這個戰略，你說千刀萬剮也好，你說慢火細燉也好。他第一時間所出手的大部分都是無人機，他不見得是這麼快就把他導彈全部打完了。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以無人機來擔綱的。對伊朗來講，他的無人機可能比他的導彈飛彈更多哦。那麼用相對來說比較廉價的這個攻擊的武器哦，去消耗掉美國跟他這個美國的基地使館，還有這些周邊的這個美國的這些盟友們。他們的防空系統的飛彈，這對伊朗來說是一個聰明之舉啊。那另外一點，當然外界也有解釋說，伊朗沒有打算一開始下死手啊，他只是想讓美國知道說，這樣的戰爭打下去對彼此都不利哦。他希望美國能夠停止下來。也就是說，你如果看到現在伊朗所使用的相關的武器還沒有用到我們現在不斷的在點名的那些相對來說比較高端的、比較精密的、比較這個準確的武器，那也就是說。如果伊朗採取這樣的步驟屬實的話，那當然在這段過程當中，他用相對低階的武器去消耗了美國高階的防空飛彈，然後等時機到了，他再拿他的高階的武器來清理戰場哦。那麼那個時候，美國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其實美國在這一場戰爭裡頭，莫名其妙的把自己陷入了一個絞肉機裡頭了。接下來你就要看美國的軍力、美國的財力，然後如果連美國還要打地面戰的話，那就是美國的人力通通都要一起消耗在這場戰場裡。
對，所以看起來這場戰爭接下來會進行的就是一場比較長期的消耗戰。其實這也是伊朗他自己的策略。伊朗這次祭出的策略，就剛剛我们提到，就叫做千刀萬剮的一個消耗戰。其實這個消耗戰是美國他在中東經營30多年來第一次碰到這種比較高密度，接下來的一個長時間的消耗戰。這個伊朗使用的方式就是一開始，剛剛委員也幫我們特別提到，一開始他就先祭出這些成本比較低的，不管是無人機啊、火炮或者是這個飛彈，先做發射，消耗對手的一些攔截的庫存之後，再發射一些比較高價的武器，或者是甚至現在傳出是不是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等等。那經濟學人是這樣形容的，他說這個叫做用法拉利去攔電動自行車。現在以色列它祭出的這個防空的武器，不管是愛國者薩德跟劍士3型，攔截率以色列說可以到達90%，但是呢，這個消耗量還有包括這個成本，我們現在也把數據調出來看，真的是差得非常多。剛剛特別講到的這個伊朗所使用的無人機，一架大概成本是落在2到5萬美元，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攔截的成本，以色列的方面必須花費400萬美元，對於以色列來說，其實壓力非常大的。更不要說現在伊朗手中還有統計起來大概2500枚的彈道飛彈跟數萬台的見證者無人機。外媒直接做了一個預估，接下來美國還要消耗多少錢呢？因為第一天的轟炸就燒掉了7.79億美元，換算新台幣247億元，每小時等於1小時就燒掉了新台幣大概10億元左右。所以整個行動加起來，現在外媒估算美軍會消耗的經費高達了6.67兆元，千刀萬剮的這個伊朗所使用的這個消耗型的戰術，是不是真的能夠奏效？美國、以色列擋得住嗎？艦長又怎麼看？如果我今天是伊朗的決策者，我是高層哦，我要打這場戰爭的時候，所有要講我要怎麼打這場戰爭哦，它一定是以己之長，我有什麼長處，攻彼之短，它的什麼是短處？那以伊朗跟美國這兩個國家比，我很快的跟你比一下，你就會知道這兩個國家在這場戰爭哦，他們各有什麼長處短處。美國當然是一個很厲害的國家，武器啊、精良啊，他說到很多那是他講，好吧？但是呢，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記住哦，民主國家，越是民主國家的叫做集體戰鬥意志，其實是越差的。你去看，好比說北韓打仗，誰會反抗？誰會說不要？誰會去街上遊行說這個反對金正恩？不可能的。但美國會，美國打越戰打到後來，你看全國都在那裡，就是反戰，對不對？所以美國這種國家啊，他第一個選民要檢驗，第二個他不耐久打，一打久人民就抱怨了，而且你不能死人，你一死人，你看哇，那個媒體在做報道，這個東西給他出殯什麼的，大家看到都會覺得。我們美國人為什麼要到那裡去打仗？為什麼要死掉？可是各位，伊朗呢？他是神學政權，他是靠信仰。我告訴你，他一點都不怕死。他今天這場戰爭，如果說明天告訴你說他們總共死了大概15000人，你認為底下會有很多人站出來反戰嗎？在伊朗不可能，他反而會激起一股仇恨，我們要跟美國去拼了。所以說這兩個東西的第一個就是差在這裡，就是伊朗不怕犧牲，美國怕。因為美國要選舉，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美國是千里迢迢而來，大兵哪有一天要耗多少油啊？伊朗呢，就在我家自家的院子，所以呢，只要拖，美國就一定敗，因為你要支撐多少。那我呢，我就在原地啊，我就在那裡等着，慢慢的跟你耗。所以你知道，伊朗一定是採取了一個，就是我跟你耗下去。然後第三個，你知道。這個彈藥你可以很明確的知道，美國是絕對不夠的。為什麼？因為美國剛經歷俄烏，它提供多少彈藥？那以巴的衝突，那它提供的是更多的彈藥。這些彈藥不是說，現在我缺很多彈藥，那這樣子好了，你是彈藥生產商、飛彈生產商，你加開一個這個生產線好不好？他怎麼加開生產線？我今天加開一個生產線，你知不知道要投資多少錢？投資完畢之後，這場戰爭打完了，那我加開生產線，彈藥賣給誰？他們想得很遠。所以不是說你說，我要緊急加班加生產線就能加生產，它的量就是這麼的大。那美國已經經歷太多的這個消耗了。然後大家也應該知道，為什麼最近我們的軍售一直延宕？你知道嗎？因為就美國的立場而言，他永遠以他自己的國家利益為第一優先。對，你台灣啊排在後面，
如果日本打起來，日本又排在你台灣前面，因為他那裡有好多的美軍啊。韓國打起來也在你前面，菲律賓打起來也在我們台灣前面，因為菲律賓也有8個9個的美軍基地。台灣有沒有美軍基地？沒有，所以你的排序是很後面的。當我們的生產是足夠的時候，而且都不知道該賣到哪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就會送到台灣去了。所以你去催他也沒有用。對他而言，我先看看我自己的國家利益，你知道，這是一個，就是有時候你去抱怨美國，你不要抱怨他，對，因為他的國家利益有一個排序，台灣不在這個排序的前面。对，就是因為美國現在針對這個中東的戰事，他心裡面有一個排序盤算，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日韓也都很緊張。就如艦長剛剛幫我們看到的，日韓都在抱怨說，那你美國現在都把你的不管是飛彈或者是你的艦隊都轉到中東去了，那接下來我們怎麼辦？這是來自於日韓的最新說法。日本的國會南韓都已經開始焦慮了。那川普是這樣說的，他說大家不要擔心哦，我們美國呢這個彈藥幾乎是無限的，可以永遠的打下去，立刻說完就遭到美國國會的打臉，美國智庫直接的打臉，美國智庫直接的做警告。他怎麼說呢？他說美國我們這邊在攔截的彈藥方面消耗的速度是遠高於補充的速度的，而且呢海基的戰斧巡弋飛彈已經被大量的使用，產能的補充還要好幾年的時間吶。官員還私下的坦言說，光是過去幾天就消耗掉數年的一個產量。那接下來怎麼辦呢？川普他說這些話到底是在吹牛，還是在穩定軍心呢？那幹哥又怎麼看？2次海灣戰爭，你知道美國打掉多少戰斧巡弋飛彈 ？BGM-109是美國遠征最重要的前行攻擊武器，總共打掉1000枚。你知道搞了多久才補回來嗎？10年。因為什麼？因為它不是戰艦，它不是戰機，它的優先項目是在第2、第3、第4後面的，所以打掉這些飛彈之後，這是美國最先進的飛彈，那怎麼辦？慢慢生產回來，加上美國又不景氣，好不容易才補回來，這次你看一打，又打得快光了。我坦白講一句，不是美國沒有錢能夠生產，而是它已經沒有那樣的工業能量。如果交給中國來做的話，很快1個月就可以補齊了，但是問題是美國沒有這些熟練工人，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我再講一個小故事，就是說在越戰高峰的時期，1968年那個時候，你知道嗎？美國派駐在越南的戰鬥機不夠了，從哪裡調？從台灣調。台灣調什麼？調 F5自由鬥士式，先去補越南戰場。為什麼？因為這飛機小輕，可以對地攻擊越共，所以叫我們趕快先借20架過去。我說我們台灣怎麼能隨便借你飛機？開玩笑，我們面對的是對岸的敵人，是中國大陸那更大的那個敵人。然後美國說沒關係，這一趟打完之後，我就給你更好的 F51啊，比 F5A 還要好。結果你知道，我們就真的美國是大哥，我們就真的借了20架給他，沒有還過啊。沒有還以後也就算了，過了5年我們才拿回來，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讓台灣來生產。我跟你講，美國的承諾是沒有辦法，你沒有辦法去預算跟估量的，他到底能不能夠讓你覺得說，我這個交易是什麼？是划算的？你不知道，所以日本跟韓國現在最害怕，為什麼？眼睜睜看你美國就已經打成那樣了，那等一下你就會從亞洲調啊。亞洲第一個掉的是誰？韓國慶尚北道的那個愛國者飛彈，走什麼？走去赫姆茲海峽。對。然後呢，那個卡達的那個薩德防禦系統快打光了，來，一樣也是由韓國的那個薩德防禦系統來補充。從美國運來太慢了，我跟你講，韓國會嚇死。日本呢？好，日本的前沿基地、沖繩的基地，他們那邊的防空飛彈也要往中東去調。我跟你講，日本跟韓國是絕對不會答應的啦，說不定到時候還動腦筋動到台灣身上來。難怪我們現在最近股市會大跌。好，我最後講一個什麼？講一個，我告訴各位，愛國者飛彈剛剛講的1枚400萬美金，去打那個5萬美金的見證者無人機，你覺得划算嗎？我告訴你，美國還是在這樣打，為什麼？因為他只在他的戰略的守則裡面去做他覺得正確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告訴各位，那個叫不對稱戰爭，有錢人才打得起來。
川普你再大化，我看你什麼時候就會發現說，哇，庫存光了，沒得打，沒得打，要用什麼方法呢？核子武器嗎？不可能嘛！看你怎麼下台階。哈米尼最高領導人剛死，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戰火現在全面升級了，會由他的次子世襲來接班嗎？另外，現在伊朗祭出的最新公式叫做這個去中心化的馬賽克防禦，也就是說分散的在总共是31個戰區之外。31個戰區之內來開火，現在被解讀是這個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美國以色列接下來打得住這一場長期的消耗戰嗎？我們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其實呢，在哈米尼最高領袖他身亡之後，不到數小時的時間而已，我們看到德黑蘭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個3人的臨時領導委員會。好，這委員會其中的一個成員之一，他就這樣出來做宣誓了。他說：“好，確實哈米尼已經逝世了，但是呢，接下來這場戰爭我們會持續的依照哈米尼當初的設計，優雅的進行下去。那現在看呢，要進行下去，總要有一個領導人吧？現在傳出來最高的領袖就會是哈米尼的次子了。這位是穆傑塔巴。穆傑塔巴，觀眾朋友可能比較不熟悉，我們稍微來了解一下。長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樣的一個保守派的路線，是比較強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關係非常的密切。過去他曾經打過2伊戰爭，現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組織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揮官。那麼接下來伊朗會實施怎麼樣的策略呢？其實就是針對美國跟以色列施壓。那麼怎麼樣施壓呢？就是對全球持續的做這種經濟上面的勒索跟施壓，讓美國跟以色列感到壓力。但是有沒有效？我們來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動作？用無人機轟炸在中東卡達的天然氣設施，還有沙國最大的煉油廠，荷姆茲海峽也被封鎖停滯，油價現在一口氣已經暴衝了70%這麼大的一個幅度。另外，在多個地方的機場跟港口都遭到襲擊，在阿聯、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們最近幾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軍基地，有多個美軍基地都遭到襲擊。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採取了最新的攻勢，這個攻勢叫做馬賽克防禦，也就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軍隊拆分為31個戰區，每個戰區呢就有自己獨立的一個領導人，他們就再也沒有一個所謂的統一的中央命令的一個方法了。這些領導人在31個戰區自己來決定說，我什麼時候要做攻擊，我的目標是誰，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攻擊。這樣子的好處呢，我們來看到伊朗的外長怎麼說。他說，就是因為在過去20年之間，我們伊朗長期在研究美軍的失敗案例，他認為就是這種去中心化馬賽克防禦的體系，才能讓伊朗勝利，來決定戰爭到底何時，還有如何來做結束。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這個伊朗的次子，也就是這一位強硬派的穆傑塔巴上位，這是伊朗神權世襲化，還是接下來會跟革命衛隊的接管有關係？他會如何帶領伊朗的前景？會強硬的繼續跟美以之間來做抗衡嗎？那委員怎麼看？美國跟以色列這一次的發動戰爭哦，他們原本最津津樂道的是他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把伊朗的這個從哈米尼以下的40個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殲滅掉了。他認為這是外科手術式的這個非常經典的一個操作模式。但是當這件事情從第一天被他們認為說這是一個值得炫耀值得這個拿來作為教科書教材的一個模式的時候，隨着戰爭的發展，他們逐漸發現他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了。犯了什麼樣的錯誤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個一個都同時把它這個獵殺掉之後呢，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個困境了。第一個困境，川普不斷的呼喊說大家要起來推翻神權政權。可是哈米尼已經死了，要推翻誰呢？你要推翻總有個人可以去推翻吧，沒有個人啦。哈米尼都已經掛了，然後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掛人，那到底你要這群人去推翻誰呢？這是第一個問題，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後第二，川普不斷的在喊說呢，我們要跟這個接班人來談判。好了，接班人已經全面都被你團滅掉了，到底哪一個是接班人呢？美國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處理委內瑞拉的時候，他至少還知道那個第2號人物，然後他至少還能夠私下的跟第2號人物有一些互動跟默契。他現在沒有了，他現在整個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狀態，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來
這個40幾個人被獵殺之後，那排名接下來那第50個究竟是誰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況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談判呢。所以你就會看到川普不斷地喊談判，然後呢喊到最後他自己乾脆回過頭來講說，現在談判已經太晚了我已經把你們都空軍跟海軍都消滅了，現在不要再來談判。可事實上我在講的是根本沒有人要去找他談判的，因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團滅掉了，誰能夠有資格去談判呢？好，這是他犯的第2個錯。第3個問題是，他把哈米尼變成烈士就你本來還可以講哈米尼的什麼政權有各式各樣的貪腐問題現在不得了了，哈米尼連他的家人在那一場獵殺裡頭都犧牲掉了。你不是只殺哈米尼一個人，你殺了他的孫女，殺了他媳婦，殺了他周邊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現在變成了這個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沒有真的想要殉教，但他就變成殉教者了。那這個對整個這個伊朗的這個明星來說，那就提升到另外一個階段了。就像剛才艦長講的，你現在把我們原本也許大家還有人在批評他的人，你現在把他獵殺掉了，而且用這麼殘忍的方式獵殺，那你現在舉伊朗全國，現在誰還敢站出來罵哈米尼呢？誰還敢站出來說我要去推翻他？那個人已經為了伊朗全家都已經被美國團滅掉了。那也正因為如此，他的二兒子这個穆杰塔巴在這一次的上位，其實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這個討論。因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權體制當時推翻了巴勒維王朝的時候，他們就是要打破封建，他們就是反對世襲就沒有什麼父子子繼的這種道理對，所以伊朗的神權政權從來不來這一套的。但是當我這次看到連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時候，這代表什麼？這代表說美國把哈米尼變成了烈士，在這個烈士的情況之下，穆杰塔巴當時因為身體的因素，可能曾經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隊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現在變成革命衛隊跟他結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夠這個推翻掉過去在這個神權體制裡頭說不世襲這樣的一個默契扶植這個穆杰塔巴上位，這就代表說他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這個神權體制的這個正當性了，因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團滅掉了，他就是一個犧牲者，最後幸存下來的人。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再看到說穆杰塔巴曾經打過2伊戰爭，他現在是民兵組織的指揮官，他跟革命衛隊的這個關係非常的密切。那麼美國這次恐怕就會碰到了一個燙手山芋了。美國這次碰到了一顆硬石頭了，不是一個軟柿子了。因為穆杰塔巴他不僅僅只是神權的人員而已了，他不僅是有神權人員的光環，因為他的父親，因為他的家族，他現在還加上跟革命衛隊這個緊密的關係，包含他自己也曾經參與戰爭、指導戰爭所以美國現在碰到的狀況是川普公開曾經講過，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狀況就是伊朗的政權沒有崩解，他們找到了接班人，而且這個接班人是最強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夢從現在就要開始了。好，最強硬的接班人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結合這個革命衛隊，再加上穆杰塔巴過去有實戰等等的經驗，接下來打的這一場消耗戰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分31個區域，然後有自己的各自領導人，馬賽克的防禦方式，美以打得起這種消耗戰嘛？那艦長又怎麼看？首先我特別要講一下，其實這個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現在打來打去好像制造天下大亂，這是一個完全的錯誤。我想做人，就是我們私底下這個為人，跟這個國家戰爭是一樣的。就好比說，如果我這個為人，第一個，我不要輕易樹敵，你不要輕易說這個人是你的敵人這個有一句話叫做"建立10個朋友，不如少樹立1個敵人"，不要輕易樹敵，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一旦決定一個敵人，你要把他給消滅掉的時候，你記住你一定要濃縮，就是他。你不要張三也罵，李四也罵，王五也罵，全都變成你的敵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嗎？伊朗這次也是一樣的。伊朗這次的敵人其實是誰？是以色列。美國是以色列的蛊惑下來參加的這個戰鬥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結果你說那所有的美軍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樹立敵人，因為在那麼多美軍基地，你就打準一點嘛，你就打不準，打過去砰就打到旁邊一個學校或者打到一個民間。這些國家都在想，你憑什麼打我？但是我這樣子在說，起碼還打的都是中東。我們在這裡看的就是看戲嘛，都是中東在那打。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鎖荷姆斯海峽，你想用經濟來逼他們，美國、以色列逼不動的。那結果台灣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們這麼多都仰賴這個進口石油的，我們能源影響多大？日本火大了。結果你做了一些就是
對你的敵人傷害不大，美國、以色列傷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傷害了，然後全世界這時候都會認為說，你這人實在是太可惡了，我們一定要一起來想辦法把你團滅掉。這是一個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確的做法應該就是集中目標，因為就是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邊所有的這些過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蘭國家武裝組織，他們通通會覺得說，我們要支持伊朗，因為伊朗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這個樣，我們是不是要幫忙他？結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嗎？這是一個，因為人人其實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們在遠東這些地方國家的人，对我們也覺得有些東西不能做，有些東西可以做，但基本上我們還是有一個想法，就是那是他們的事。但是如果你這個利益，像好比說，害我們今天股市跌這麼多，今天很多股市的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為你封鎖荷姆斯海峽，所以這個東西大家覺得心崩了，他會對他產生一個抱怨。原來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現在變成說，這實在是太可惡了。這個東西是伊朗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勸所有的人就是一樣。第一個，不要輕易樹敵。當你決心要跟一個人拼的時候，記好，就是那個，你不要擴散，這是一件非常重要，濃縮你的打擊面。好，那幹哥又怎麼看呢？我們也持續的來關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實你說，這次美國擊斃了40多個，現在正確的數字其實可能會比我們想象中還要更高。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的 F-22戰機護衛着那個 F-35啊，攜帶的是 AGM-158，那是長程遙攻武器，聽說發射了20多枚，還沒有加上精準彈藥，所以說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覺得今天會把穆吉塔巴給提升上來哈，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為什麼？因為你最高伊斯蘭的革命委員會是不會讓這個兒子繼承的，那現在讓兒子繼承呢，代表什麼？代表沒人。沒人呢？為什麼沒人呢？總統還在啊，總統裴德斯基安還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個虛位 ，OK，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人被川普，其實川普他一直沒有點出這個人，他就是拉里賈尼。拉里賈尼就是革命委員會的秘書，他現在還在世，也就是這個人相對比較溫和，有沒有可能是拉拔他上來？但是我覺得他们這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他們今天先說，就說我們還是讓他的小兒子，哈米尼的小兒子先來坐這個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講啊，神學士的他們就是他們這些傳教士，高階傳教士，他們的標準很高。也就是說，你這個兒子上來接任以後，你不能夠維持我們伊朗啊這個國家的尊嚴的話，你沒有決心要打，你沒有方法打的話，你隨時會被拉下來。因為什麼？你絕對不是一個談判的對象。也就是說，對美國來講的話，你是哈米尼的兒子，絕對不會跟你談的。所以說，他就沒有什麼伸縮的餘地。他不是要戰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戰。可是他在他們的那個什葉派裡面的神學領域裡面，他沒有權威，因為他太嫩了。他沒有權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國家機器之後，我就要開始展現我們伊朗的鐵腕。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叫馬賽克防禦系統，就是說從去年的6月的12日戰爭之後，他們會發現說，萬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們會不會變成一盤散沙？好，我現在把權力下放給31個省，每個省的省長，你們都是高尚的神職人員，才能夠當到省長。可以跟中央通報以後，馬上就決定你們可以做什麼。也就是說，在地方上的組織，以及你們能夠提供中央什麼樣子的軍事資源，你們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為今天如果說我被斬首了，而變成了一盤散沙。這就是馬賽克去中心防禦思想，去中心，就是說沒有中心了，沒有頭了，我就可以整個國家不會陷入一盤混亂。所以這個就是革命衛隊他們自己提出來 IRGC， 其實老實講，在很多地方情報戰這部分裡面，其實是蠻聰明的，就革命衛隊，所以他們想出了這個方法。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 IRGC 在發揮馬賽克防禦觀念的時候，不然伊朗怎麼能射那麼多飛彈出來？是誰來統合那個能力的？那就是這個防禦系統做出來的決定。
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從去年的改組之後變得現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他那個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後，會不會讓伊朗的防禦能力更加進一步提升？這就是這幾天我們要特別觀察的重點了。好，謝謝幹哥。对，其實從我們這次看到的這個去中心化的這個指揮體系哦，是不難看得出來，伊朗早就已經準備好一套劇本。伊朗絕對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說，我倉促應戰，然後我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現在顯然看起來，他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從去年的12日戰爭之後，他就已經開始不斷的在反覆做沙盤推演了，說未來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這個情況我要怎麼樣去解決，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去中心化的指揮體系的模式。這個非常聰明每一個指揮官有4個繼任人選，然後呢，一旦發生戰爭，這個上層的指揮中心被團滅掉之後，各地的這個指揮官就開始自己按照劇本來發動戰爭了。所以照這樣的一個模式來看的話，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其實伊朗是有一套劇本的，包含現在的去中心化指揮体系都按照劇本在做。所以就回過頭來就像剛才艦長講的，外界一直在想說，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國就好了，你沒事去拖這麼多人下來幹什麼呢？那麼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了，我來推測就以色列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個滅國之戰，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個滅國之戰，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毀掉了，我要被你滅掉了，我這個時候就拉大家一起來賠賬啊，全世界一起來賠。那當然你說波灣國家都跳起來了，然後歐洲國家也跳起來，那怎樣？波灣跟歐洲國家能有多少軍力？歐洲國家有軍力早就去烏克蘭戰場了啦。波灣國家有軍力就不要靠美國去支援了。你還不要講波灣國家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這樣修理，他們講過幾句話嗎？都沒有啊。所以你說對伊朗來講，他現在的這套劇本幾乎可以大膽的看得出來，他就是把全世界拉進這場大戰火裡頭，大家一起承受那麼呢，與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國，然後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國打敗，伊朗幾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就像剛才艦長講，全世界都受苦。好，可是呢，尤其像我們台灣，干我們什麼事呢？當不干我們的事的時候，我们就會出來講說，別打了吧，因為真的不干我們的事大家不要再這樣下去了，這樣下去對我們來說有影響的。當全世界都受到影響的時候，那這個壓力就在美國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實我認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戰，艦長是專家應該知道，都走到這種各自指揮戰爭了，就已經代表說大家就是拼死、魚死網破的時刻了。他根本就沒有打算按照傳統的這種邏輯來走了。